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要来看一下，当前呢你心里想测的这个心里喜欢的人，又或者是你的心上人啊，其实他想对你说。今天呢，我们想用一个比较深情的方式啊，为大家连接一下，其实在你心中很在意的这个人啊，在感情上跟你深深有连接的他，究竟有什么样子的心里话想对你讲？有些话语呢，也许他曾经对你提起，但是呢，你并没有重视，或者是有一些话语呢，是在他的心中，在他的心底，他很想对你讲，他很想对你说，但是呢，却一直没有机会，或者是说不出口。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深度的连接一下，关于这个人他内心深处有什么样子的话，其实很想对你讲。好，那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和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里面。我们呢，从左往右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第3组。从左往右依次是第一组、第二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现在呢，让我们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每一副牌里的能量信息啊。首先呢，第一副牌的朋友，这里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能量，感觉一下这张牌啊，是否是这个画面啊你很喜欢，或者是这个画面你觉得很有感觉，对吧？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第一副牌的朋友，这边呢，我为你选择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绿色的天使光水晶。好，来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是你们的一个牌卡能量信息，请你感受一下这张牌卡的能量和当下的自己是否是有对应、有连结的呢？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这里呢，我为你们选择的这个能量宝石蜂蜜方解石。好，再来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啦。那你们的 OK 能量牌卡这边，我们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请你们感觉一下啊，这个牌是否是你觉得有感觉、有对应，或者是有连结的呢？那第3组牌的朋友啊，这边呢我也为你选用了能量宝石，你们的呢是红玛瑙。好，那为了方便呢，你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啊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究竟他想对我说什么？其实他内心对我的心里话究竟有哪些？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请宇宙给我好的建议。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
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是哪一张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前能量当中和自己最有连结，你是最有感觉的，最有感应的。那由于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如果说在能量的连结过程当中，你看到有一张牌和另外一个宝石在能量上都非常的跟自己有感应的话呢，那么请你们都点开听听看，选择出与自己最有连结的牌组，又或者是说在每一副牌组当中选择出和自己是相关的，是能够对应起来的信息就好了。好，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听听看其实他想对你说的话。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绿色的天使光水晶，我们把它放这里。好，那我们这里呢今天是一个主能量牌卡，上面写的是 renewal，意思是重新开始。好，这里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牌能量我们会把它先放在这里，因为呢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连接的他想对你说的话之前呢，我们来连接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看一下你跟这个人关系的一个背景信息，看一下你们的关系目前是什么状况，走到了哪里，又或者是说你们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吗？我们来听一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提点可以给我们。好，先来验证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背景信息。宇宙告诉我 OK。 那么这边呢我们抽到的牌卡是战车牌的逆位。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关于你们的背景信息，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跟他2个人都爱得很用力，其实都非常的努力，但是呢你们2个人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再去给这段关系营养，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彼此。问题是战车牌的逆位，你们尝试了用自己的方式，但是这段关系呢却遇到了坎坷，或者是遇到了过不去的坎，你们被一个能量限制住了，所以没有办法去跨越这个能量，所以你们2个人的关系现在可能是停滞的状态。战车的逆位，甚至有些朋友曾经对这个人就是你对他期待很高，对方对你期待曾经很高很高，你们曾经以为就是说2个人应该是非常好的，非常配的，但是呢当你们去相处进一步的去接触以后可能会突然的，这边战车的逆位其实我感觉到是突然的遇到了一些事情，让你们看到的是艰难，让你们看到是这段关系里的一些阻碍政策的一个逆位，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去克服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卡在你跟他关系进展的这个前方和路口。战车牌这张牌呢同时也在告诉我除了你们用情很深，对这段关系其实期待很高以外，你和对方彼此的性格当中应该是有很相反的能量有很相反的能量。所以呢在你们进一步的去接触，进一步的去我觉得是了解彼此以后，关于你们的不同就会被一点一点的揭露出来。因为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从当下的能量在告诉我，你跟他2个人的这段关系里，其实双方都有很认真的去投入，至少是投入过。那么战车的逆位呢是遇到了困难，走不过去，进展不下去，或者是说好像不知道怎么办去推进这段关系了。那么现在呢可能是有一点卡的状态，战车的逆位。今天的第2张验证，看一下神谕卡。
好，宇宙告诉我啊，关于你们的背景信息。这张牌呢，其实出来的时候有一点逆位的能量啊。那我们看到的是新月在天蝎。这个能量刚才跟我们连接到的有一个信息是比较吻合的，就是说用情至深啊。天蝎座的能量啊，要的是深度，要的是这种紧密的连接，要的是情感里的那种 intense 的感觉啊。这个天蝎的能量出来以后啊，我觉得两个人呢是真的爱很深的两个人呐。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用情至深，对方用情至深，这段关系呢是爱起来是轰轰烈烈，没有人可以去比拟的。这是一段非常连接非常深的感情，但是呢，出现问题也会是天崩地裂啊。这个天蝎的能量啊，就是出现问题也会是天崩地裂的。而且呢，在天蝎的能量当中，如果说被一个人发现什么事情没有交代清楚，或者是什么事情有欺骗的能量，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故意的，都会是一个巨大的雷。OK， 都会是一个巨大的雷啊。所以说，新月在天蝎的能量出现以后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除了你跟他感情深以外，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段感情的时间其实是一段很长的感情，这是一段长情恋情，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桃花能量啊，这是一个你们两个人都真正去相爱了，这是一个真爱的连结啊。这个是新月在天蝎座，go deeper。你们两个人呢，可能对彼此要求也很高，期待也很多啊，对方对你可能也是想得很完美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说，当你们遇到困难，或者是看到彼此的一些跟自己期待不一样的能量的时候，就会容易产生极大的落差感，因为你们可能都在争取和都在测试彼此是不是真的爱，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能够经历所有的挑战，仍然选择站在自己这一边，无条件的支持。OK， 新月在天蝎 ，Go deeper。那么现在的能量是什么？你们两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再进一步的去加深这段感情的连接。那么这个能量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朋友呢是这样子的，一段感情的这个发展它也是有急有缓的，对吧？有急有缓。如果说你跟他之前呢在关系当中是急，就是很快速的，或者是比较顺利的话，当前呢可能会相对比起来就会觉得很缓，就是慢下来。那么慢下来呢，有慢下来的节奏，慢下来呢也有慢下来的原因，慢下来呢也会有慢下来的好处。所以呢，我觉得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跟这个人慢下来，也不要太焦虑也不要太焦虑。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当下的慢下来，可能也是一个能够和解、疗愈自己的心、疗愈对方的心的一个好时机新月在天蝎。好，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看这个，看看还有什么信息关于你们的背景能量，过去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这段关系究竟是怎么了？28号牌 ，Can you hear me？ 这个是你能听到我吗？这张牌两个人孤单，两个人内心都在召唤着彼此，但是呢，却没有具体的行动。第一副牌的朋友当前你心里非常的思念对方，当前的你呢，非常想跟他和好，和好如初。这个人在你心中有非常高的位置。这段感情呢，对于有一部分朋友来讲走的时间很久。有一些朋友呢，就算走的不久，但是你也一定会觉得这段感情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在你的内心当中，这个人呢，他在你所有的桃花里面，也是我们所谓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你能够感觉到你被这个人带得很深，就是你用情很深，你已经深深的进入到这段情感的连接里了，不再仅仅是看很肤浅的能量了，对吧？Can you hear me？ 我觉得当前你们两个人这种冷战的能量很重，但是能量却连接很紧
语言的沟通很少，但是呢，情绪的连接却很深。当前呢，这个美人鱼或者是这个田螺公主吧，田螺公主啊，田螺公主呢是在水中看着前方，前方什么都没有，因为她当下没有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田螺公主在召唤着她的爱人，在召唤着她的王子，但是呢，当前的她也没有去吹这个号角。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呢，都在等对方先主动联系自己。你们在心里啊，就是每天可能都在跟月亮祈祷，每天都在跟宇宙祈祷，希望两个人可以和好，希望这个人能够不要爱上别人啊，千万不要去跟别人哦，一定要回来到你身边。但你们呢，却默默的啊，就是在用你们的能量去显化彼此，但是却没有具体的行动。你们非常渴望能够再一次的进入到水中，我们这个水里有2条鱼，进入到水中跟这个人啊，就是两个人啊，就像在那个水中戏水一样的感觉，就是回到原来那种很快乐啊，相互陪伴呐，无话不谈的那种状态里去。但是呢，目前我们看到这个能量啊，是你们两个人都陷入到了深深的情感的这种漩涡当中，在等待着，在期待着，在盼望着，但是呢，都不敢先发声。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啊。好，来，我们现在呢开始了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验证呢就结束了。我们现在呢要来看的是，他其实想对你说。我们今天的主能量是这个，就是这个27号牌 Renewal， 这是重新开始，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重新出发。他说的是重生是从消散当中开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世界当中的这个循环和发展都是有遵循一个自然的原则啊，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原则。自然的原则就是春夏秋冬，有这个生长，有发展，然后就会有冬季的休眠。那么当前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其实呢，这个你心中想测的这个人呢，特别的想跟你复合啊，他非常的想跟你复合。但是呢，这个复合的过程呢，却不是一个很短的过程啊。为什么？因为你跟他之间原来的感情很好，现在呢，却有这种分手或者是断联，或者是不说话、冷战的情况，一定有原因。两个很相爱的人呐，这种吵成这个样子，一定有原因。这个原因，我看到啊，天蝎的能量在这边，新月不可能轻易的过去的。天蝎的能量在这里啊，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情感当中的东西不能够有一点点的模棱两可，或者是犹豫不决。这个天蝎的能量在爱情当中其实是，我觉得天蝎座能量啊，其实是有在感情里那种洁癖症的感觉啊，就是爱人一定要全身心的爱自己，不能够跟别人分享一点点、一丁点都不可以有啊。也许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占有欲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呢，你们的关系里一定出现了一些事情，导致你们当前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对方呢是很想在新的旅途，或者是接下来的过程、接下来的日子里啊，与你同行的。他现在其实是完全停滞的状态，他停下了他前进的脚步。他现在呢在回头等你上来，等你追上来啊，等你追上来，等你去召唤他。等你原谅他啊，等你原谅他。接下来的道路啊，我们看到这个能量 renewal， 接下来的道路其实是有台阶的，有难度。接下来的道路呢，我们看这个森林雾气很重，它是有这种模糊不清的，有这种不一定那么清楚的未知在等着你们。但是呢，你们要知道啊，每一个关系都会有本身会有的，或者是每一段感情都会有它自己自带的一些问题和烦恼。但是呢，决定关系能否最后成功的，其实就是你们对彼此的坚定和爱的能量。爱能够战胜一切，对不对？我们都听过这个话。那么爱的有多深，就会决定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够克服所有的问题或者是困难。
最后呢取得成功。我觉得这个人最大的一种能量想告诉你的就是他没有忘记你，他也没有放下你，他更没有所谓的要一个人去走，或者是跟别人走，他其实就在原地站着没有动，他的内心在等你回来。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今天的这个最重要的一张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具体看了，在这个人的内心当中，他是想跟你复合的，那么在他的内心深层次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些话语，他的内心的心声想要去对你讲，但是呢可能时机不对，可能不敢说，可能害怕你接受不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隐藏的一些情绪、话语，还有他的想法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先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副塔罗牌，看看他究竟想对你说什么。其实他想对你说什么好，你就告诉我。这边手上的牌翻开的这边是这样，翻开的第一张牌呢是火元素1的正位，这张牌非常明显了，他心里希望能够与你擦出新的火花。这段感情不仅仅是我们看到当下可能是有一点这种暗淡了没有沟通了，没有营养了，但是他心里想对你说的是重新开始重新开始。火元素1，甚至呢这个开始是带有更多的热烈的这个新的开始呢是带有激情的，带有热情的，带有对未来一切光明美好的憧憬和信仰的火元素1。而且呢在这张牌里出现以后我听到了一个跟物理距离有关的能量，宇宙在告诉我他希望能够跟你去到其他的地方生活，或者是说他希望你们两个人的异地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如果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异地的能量，异地的能量呢是困扰你们关系的一个原因之一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人呢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解决当前异地的问题，要么呢你过去找他，要么呢他过来找你，要么呢你们两个人选择一个第三个全新的一个地点，完完全全重新的开始，去打破所有的当前可能会限制你们的事情还有人这个是火元素1。好，第二张牌圣杯10逆位的，风元素9正位的如果说你们两个人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的话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呢是把你当做未来结婚对象在相处，把你当做陪伴自己一生一世的这个伴侣在对待，就是你们的这份感情刚才我讲过其实是很深的嘛。当前的这个人呢跟你之间的问题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可能存在一些阻碍，没有办法让你们现在进入到完全的承诺。这个完全的承诺呢我们在现实能量当中看就是这种家庭，就是这种婚姻或者是说两个人可以真正的定下来再也不变了，两个人可以给出终极的承诺，圣杯10。但是呢现在不行，这个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呢？也许是有人反对，也许是你们感情走得很好，到你们去谈婚论嫁的时候，父母亲这个跟这个现实当中的一些相关的能量信息就会跳出来去烦扰你们的心，风元素9，让你们觉得受到限制，让你们觉得本来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本来是两情相悦的一个感情，怎么就变得那么复杂了？怎么就不能够结婚了？怎么就不能够完全定下来？怎么就不能够得到所有的人祝福呢？这个是他的心声那第二个呢是，如果当前你跟这个人已经是在一个
很有承诺的关系里，比方说已经订婚了，已经结婚了，甚至已经在家庭关系里，又或者是说已经其实两个人明的暗里都已经默许了，就是两个人就是陪伴彼此一生一世的这个人的话，那么圣杯十的逆位是在讲他觉得当下的自己没有办法给你完满的爱，也就是说他现在的状况没有办法让你开心和快乐。这个人给我的能量非常像一个情绪的提供者，他在用他的方式去爱你，这个爱你的方式呢是给你最好的一切。他爱你的方式呢，就是希望你每天能够开心、天真无邪的去笑，每天都可以开心、天真无邪的去生活，而不是被生活里的琐事去烦恼，或者是说因为一些事情弄得不开心。他希望自己能够给你就是满的、完美的爱。圣杯十，这个是一个非常我们所谓的一切皆好，一切都是完美的感觉圣杯十。但是现在的他觉得有些地方阻碍了你们两个人，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他非常的焦虑。现在的他呢，正在想方设法的解决你们两个人关系当中的具体的问题，又或者是说呢，他也希望能够通过宇宙的调整或者是一些外力的变化吧，来把一些你们关系里的阻碍，或者是关系里的一些具体的可能是说服，对吧？说服别人，也许是说服父母，也许是说服这个孩子，对吧？接受你，或者是两个人可以好好在一起，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问题，也不会说有他们想象的那些问题的存在我觉得这个人在想方设法的去说服，想方设法的去沟通，想方设法的去和解，但是呢，有难度这个风元素9有难度。我当前看到是这个人很想解决所有的问题，快速的来到你的身边，告诉你所有的问题他已经解决好了，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他都已经摆平了，但是呢，还没有还没有。好，最后一张我们这个牌里的能量看一下。好，我们看到这个 Page of Waters 逆位的，这个人现在的心呢比较的怎么讲呢，就是心里比较的冰冷为什么冰冷呢？因为他现在就是说情感里的自己，他的情感都给了你说白了就是他的情感都给了你，但是呢现在你不开心，你不愿意理他，你不愿意再信任他，所以他现在的情感生活是一个完全没有的状态。如果第一副牌的朋友担心这个人会出去 social， 担心这个人出去找别的人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个人当前是一个内心封闭的状态内心封闭的状态，他不太会去找别人不太会去找别人。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人当前的内心的能量是比较灰暗的非常的灰暗。有可能这个人会常常的哭泣，有可能这个人会非常的 depressed， 就是那种很抑郁，心情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可能会经常做一些噩梦，或者是说他会想你想到就是让自己心痛他有这种能量。所以说这个人呢，我觉得他的水元素很重水元素非常的重。我们现在看到是天蝎的能量嘛，水元素非常的重。他在用他的方式去召唤你，这个召唤你的方式也有可能是通过离开你的世界，或者是不让你因为看见他而烦扰，他在躲避着，或者是他在用一个比较孤立的方式把自己隔离起来，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呢，来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好以后再回到你的身边。但是呢，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时间，而且呢你们两个人之间可能还有一些误会可能还有一些误会。所以这个人呢非常非常的希望就是宇宙能够再给他一次机会，或者是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再一次的证明他对你的爱是多么的强烈，他对你的爱是多么的深沉，对吧？好，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副牌，看一下这个人具体的有什么样子的内心话，有什么样子的语言，其实他想对你说。好，宇宙告诉我，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现在心里想测的他有什么话想对你说？其实他想对你讲的话，我想让你选逆位这个能量，我想让你选，这个选什么呢？我现在听到的能量信息就是选要不要跟他继续坚持走下去。这是一条有难度的路，这是一条有困难的路。这个感情里面呢，未来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又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关系本身现在就存在一些爱起来不那么容易、不那么方便的一些问题。当前你们两个人被这个能量所限制了，也有可能是别人的反对，或者是别人不看好。你们两个人其实都可以去自由的选择，选择跟他在一起，或者是选择另择家人。那么这个人心里呢是说，他不想被你可怜，他不想就是牵着你他不想拖累你吧，也有这种能量，他不想拖累你。然后呢，他心里又非常的不舍得你走，所以呢，他一边呢是告诉你，你可以去选他一定就是支持你的任何决定，无论你的决定是要他还是不要他，他都支持你，无条件的支持你。但是呢，他心里又非常的，刚才我讲灰暗，对不对？灰色的能量，他的灰色在于说，他根本就不希望你选那一条路，他只希望你去选跟他在一起，他只希望你去主动的选择，相信他，信任他，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可能表面上好像是很支持你的，给你很多的自由，但是他内心对你的占有欲，我觉得是很强烈的第一副牌的朋友，那么这个强烈呢，并不是一个不好的能量。我觉得这个人对你强大的占有的能量，是因为他放不了手，他舍不得。原因就是什么？原因就是这个人他爱得很深他动情动得很深，这是一个水元素的能量然后呢，我们这边8号牌又是个逆位的，内心的强大还是自尊心的强大？什么意思呢？你们两个人呢，可能当前也有一点面子上强大的面子，强大的自尊心，不愿意去认输，不愿意呢让对方小瞧了自己，不愿意呢被对方可怜，不愿意呢做这个弱者，感情当中的弱者，也不希望呢成为你的拖累，也不希望呢好像自己是就是那种怎么讲呢？好像是不得不选，或者是说算了，可怜你，然后就跟你在一起，免得说我是个无情薄情的人。他不喜欢这种感觉。第一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在跟一个内心非常，我觉得是内心非常强大，但是又非常爱面子的一个人在相处。但是这个人呢，他的这种外表的或者是表露出来的能量呢，又非常的温柔，非常的善意，没有什么太尖锐的能量，这是一个水能量嘛。但是呢，他其实内心当中自尊心很强大，其实他的内心呢就是很玻璃心，非常的脆弱，非常的害怕受到任何一点的那种伤害，或者是那种侮辱，或者是那种所谓的被别人看低了，被别人看扁了，他非常非常的受不了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当前呢，我觉得这个人的内心也非常的挣扎非常的挣扎。如果说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呢是因为有别人反对有别人反对，有别人不看好，觉得这个关系不值得你们去深入，不值得你们两个人去坚守一生一世的话，那么这个人的内心呢，其实也是在，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心里其实也是在有一点考验你，是选择相信他，还是选择妥协于现实。他其实一边在挣扎他自己的同时，我觉得他也在测验你对他的爱是坚定的吗？还是说可以轻易的放手我觉得这个人有这个感觉好，再来
这个是更自私。我觉得当前啊，这张牌出现呢有好几个意思，你们两个人的语言沟通可能是反话啊，可能是反话。这张牌出现的是更自私，意思就是在讲，他其实是想对你说，你可以去选择，你明明可以选择为自己着想多一点，可是你很多时候都是在为他着想，他心里很清楚，他心里很明白，他心里也非常的感恩啊，他心里非常的感恩，但是呢，同时啊，他自己对你的感情也是非常无私的，就他很多时候可能默默的在这个后面啊，做了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都是为了爱你，都是为了让你们的关系可以进一步的去往前走。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可能去沟通的时候啊，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解释，做的多说的少啊，做的多说的少，所以当前的他呢，其实也是，对你吧，我觉得他有点像你们两个人是同一个世界里的人。这张28号牌给我的感觉，这里可能是同一类人，但是呢，在不同的世界里生活。所以这个海螺公主所召唤的这个人呢，有可能是一只飞鸟，也有可能是一个陆地上的能量，期盼着能够重新回来，或者是重新的去用一个新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啊，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是在等他，你们两个人在等待彼此，等待时机，等待着啊，这个宇宙呢降临一些好运。好，最后一张牌，最后一张牌呢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是否已经当下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呢？啊，这个人非常的消极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现在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呢，内心灰暗，并且非常的消极。当前的他呢，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失去了你，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我们所谓的追求你。也许呢，你们两个人啊，在这个不久出现了一个非常炸裂的新闻，或者是一个信息，或者是一个事件，导致你们发现的是，这段关系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雷，你们之前都没有看到，或者是说你们低估了那个雷对你们关系的影响。所以当前的他觉得你可能真的不会再要他，不会再理他，不会再去想他。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失去了一切，他已经没有资格再去对你好，或者是没有资格再爱你。所以这个人的内心呢，其实是非常灰暗的。他想对你讲很多的话，但是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有啊，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人呢，有一点感觉自己虐自己啊。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水元素比较的重。这个人呢，不一定就一定是水象能量，太阳在水，但是呢，这个人的月亮我估计是在水，就是说天蝎、巨蟹跟双鱼，月亮可能是在水啊。这个海王的能量可能也很重，就是他有这种非常强烈的那种会进入到一种状态里去，然后呢，自己在这个情感的状态里就是那种有一点呻吟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痛苦。那么多的话想跟你讲，可是一个字都没有啊！那么多的话想对你讲，但是他就觉得好像他说什么都没有办法被理解，他有这种感觉。我们来看一下灵魂的连接，神谕卡。看一下你们两个人怎么回事啊？所以说，这个人可能会有点默认啊，你已经决定了，你已经不要他了，或者是你已经再也不会回来了，对吧？他在期待一个奇迹的发生哈。来看一下这张牌，信任信任，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哦，只有相互信任才能够真正的开花结果。现在你们遇到的问题啊，有可能是别人的干扰，这个干扰呢，有可能来自于其他的追求你或者是追求对方的一些桃花。这个干扰也有可能是来自于我刚才讲有人不同意你们的关系，可能是来自于父母亲，可能是来自于亲朋好友，也可能来自于
社会世俗里的一些眼光。OK， 那么宇宙当前呢是在讲，你们只有相互的信任，信任这段感情有足够的深度，信任这段感情啊，相互彼此，就是说无论如何我都会爱他，无论这个人啊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子的，是什么背景，我都会爱这个人。那么你们的感情就会最终开花结果。就算有第三方的能量干扰，你们也相信对方和彼此，而不是相信八卦、流言和你们眼睛有的时候看到的那种不完整的事实，所谓的事实，对吧？这个是 trust。好。第二张牌 power 力量。他说爱的力量就像魔法石，能够把两个灵魂深深的吸到一起去。你们两个人呢，第一副牌的朋友爱得很深啊，爱得非常的深。你们当前呢可能会觉得很无力，不知道怎么样再去跟这个人和好，不知道怎么样再去爱他。其实已经爱得很深了，但是因为一件事情的出现，你们两个人彻底的生气了，彻底的分手了，彻底的断联了啊，彻底的不再理彼此了。但是爱的能量非常的强大，你们对彼此的爱啊，这个灵魂就像熊熊的这个火焰一样，非常的热烈，想到彼此心头都是热烈的，都是温暖的。尽管这件事情非常的糟糕，或者是非常的让你们觉得不可相信啊，气愤、生气啊，真的是非常的气愤。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爱的能量也是很深的。所以呢，这个天蝎的能量非常的，我觉得这张牌啊出的非常好，就是那种刺痛，爱的有点痛了啊，感觉爱的有一点痛了，因为很深，爱的很深。所以呢，当前啊，只有爱的力量能够让你们战胜一切，只有爱的能量呢，能够让你们两个人的心再一次的向彼此靠近。我觉得原谅的能量很重要，你们需要去勇敢的放下一些，原谅一些啊，放下一些执着，原谅自己，原谅对方，你们才能够真正的啊，我觉得是把过去的不好，把过去的出现的一些误会解开，然后呢重新上路。我们的主牌能量是重新开始，重新的去修复这段感情，重新的去加深这段感情，让你们两个人的爱可以变成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存在，最特别的存在。有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只用眼睛看到，耳朵听到，我们也需要去，我们这张牌啊，有一个鸟站在这个人的身旁，尽管未来前路坎坷不明，但是呢，你们的心，鸟代表的是一种灵，你们的心知道这条道路是对的，因为你们不会后悔。这个是你们，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挺幸运的，因为你们爱到了，或者是你们遇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爱你们的人，一个你们很爱很爱的人，对吧？这是一个真正拥有爱情的族群啊，这个是爱情的力量在这边。好，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说不要再去迎合别人了，把你们的需要说出来，对自己要真实。你要关注的是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别人的快乐。这张牌呢是这样子的啊，出现以后呢，给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建议就是说，当前你跟他的关系被别的关系所影响，可能你在照顾你跟你爸妈的关系，你在考虑你跟你孩子的关系，如果有的话，你在考虑你跟社会，你跟你朋友圈怎么去交代啊？可能你还会考虑啊，也有一些面子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出现以后，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关系现在的这个状态里面，你们必须要用强大的爱去克服，去重新开始。那么现在的你呢，要去注意的是你需要什么。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需要他啊，当前这个能量在告诉我，你很需要他，因为你很爱他。这一张牌
你能否听到我对你的声音，我对你的召唤，也有可能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在等待他回来。你现在的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想他，思念他，没有他的世界，你可能觉得很孤单，你可能觉得很无助。那么你在感情当中跟这个人连接是很紧密的，可是呢，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也许有其他的能量，就是需要你去照顾，需要你去满足别人对你的要求，满足别人对你的期待。可是呢，这个时候宇宙告诉你，你要去想一想，你需要什么呢？这段感情也许并不是你的想要，而是你需要他。你需要这个人在你的世界里，你需要一个信任你的人，你需要一个陪伴你的人。而你当前去关注的其他的人，他们也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存在。但是呢，这一个人就是你现在想测的这个人，才是你最最需要的一部分。有了他，其他的能量我觉得你都可以去慢慢的解决，慢慢的去平衡，慢慢的去和解。但是如果没有他，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可能会有点像失了你的灵魂，就是会觉得世界马上就暗淡无光了。至于其他的人，也许你能够让他们满意，能够让他们快乐，能够让他们得到他们的需要，但是你的内心就会有一个空洞洞的口子，永远都没有办法被填满，永远都没有办法愈合。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当前呢，你看这个人也是想对你讲，请你自私一点，请你为自己考虑一点点。你现在被别的能量所限制了，你当前宇宙给你的建议，第一组牌的朋友也是要去照顾好自己的需要，而不是说把别人的需要全部都放在你的需要之前。你去照顾别人的时候，也许你就没有办法照顾当前你最爱和最爱你的他。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连接到其实他想对你说的所有的内容。那么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未来发展顺利，也祝福你们可以得到你们心中之所愿。好了，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个蜂蜜方解石，好，放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感情里啊，你现在心中在意的他究竟有什么样子的话语，其实他想对你讲。其实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牌啊，这个是34号牌 Circles 圈子，这张牌给我的能量感觉非常的强烈。你现在心中想去连接的这个对象，他现在是有苦说不出，或者是说他想让你真正的理解他。其实这个人的期待对你的这种理解，我觉得他的呼声是非常高的，他非常非常希望你能够真正的理解他的真实的用意，他非常非常希望你能够看懂他。我觉得当前啊，这张牌给我的能量感应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可能有一些固有的习惯，固有的交流方式，你们两个人其实都不喜欢啊，就是你可能对他有些习惯很不满意，对方也对你的一些习惯很不满意，但是呢，你们两个人可能当下都没有真正的去面对这个问题。你们两个人当前呢，可能对彼此啊，就是不太想去所谓的包容，更多的呢是想通过对方来改变。OK， 你去变，你去改啊，我是不能变的，我不能改，你去变，你去改，这样子呢，让两个人的关系可以好起来。我觉得你跟他之间是这种，两个人都比较的，我觉得是各抒己见吧。啊，两个人都是一种性格，都是一种习惯，都是一种，比方说沟通和交流的方式。Circles。也有一些朋友啊，我觉得可能跟你们的圈子有关系，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问题啊，不是真的直接是对应在感情里的任何事情。你们两个人如果关系里有任何的，比方说你不满意的地方，你觉得存在一些问题和阻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外界的能量。
第二副牌的朋友很多都是来自于外界，并不是你们自己的感情问题出现问题。所以呢，由于外界可能是对待事情的想法，可能是习惯，很多事情包括圈子，你们的不同，最后呢就指向了你们的感情问题。你们可能觉得你不够包容我，你不够理解我，是因为你不够爱我。两个人都这样想，最后这个关系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或者是说这个关系可能就会在一个地方，我们所谓的陷入了一个漩涡，这个漩涡让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自由，这个漩涡没有办法让你们两个人就是轻松没有办法让你们两个人真正的去连接你们的真正的爱和情。这个是34号牌。好，我们等会儿还会具体来讲这个呢，因为我们今天是主牌能量，所以我们先讲一下。然后呢，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下验证吧。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想先听一下这个能量是否是你的，然后我们就再来去具体的连接他想对你说的话。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的背景感情里的讯息，当前你们的情感状态，然后呢，过去有没有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宇宙当前呢，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指引或者是提点，好不好？感恩宇宙。好，宇宙告诉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蜂蜜方解石宇宙告诉我们你们的关系究竟现在走到哪里？关于你们的验证和背景信息，宇宙能够给我们怎样的提点？感恩宇宙。好，我们今天2张牌，月亮的逆位，金币3的逆位。我觉得当前呢，月亮的逆位给我的感觉比较的多，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现在呢，其实情感里的真正的交流比较的少，又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平常被日常的琐事所牵绊，聊的都是一些家常，聊的都是一些工作，聊的都是一些跟感情没有关联的话题。你们现在的感情呢，其实是非常需要更多能量的注入，能量来自于彼此的关心，彼此的爱，真正让你们感受到这份情感究竟在哪里的这种爱的能量，现在是有所缺失的。所以呢，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今天想来看，其实他想对你说，我觉得你心里最希望听到的是，他心里是有你的。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的连接不是属于那种，我觉得你非常渴望听到他对你的爱的表达，就是这个人呢，可能情话说的很少，这个人或者是说他在日常当中太过于的过自己的一种生活，他的习惯，而你可能会有一点质疑，究竟这段关系的连接它的意义在哪里。 OK，The Moon， 我觉得你当前呢，其实在心里是非常非常希望这个人能够对你有更多的关心，对你有更多的情感的关注，对你有更多的爱的表达，通过他的任何的方式让你感觉到这个人心里是爱你的。可是呢，你现在的能量月亮牌的逆位，我觉得这段关系里有一个人感受不到爱虽然你们两个人连接在一起，但是你们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觉得看不到这个爱，看不到这个能量在哪里，非常非常的有一点就是两个人的生活两个人的关系越过越寂寞最后觉得好像这个人就在我身边，怎么我会觉得我是个单身呢？这种感觉明明是两个人的感情关系，明明是两个人连接在一起，明明是有男朋友女朋友，明明是有老公跟老婆，但是却觉得好像是一个人在过生活。月亮牌的逆位，非常渴望去找到这个爱的能量，它确实是存在的这个是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呢是金币3的逆位，这张牌呢让我看到是你们对彼此的支持鼓励不够。这边呢，第一个能量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是说教，就是说有一个人可能以一种好像更高的身份、更高的姿态
在教你，或者是你去教他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样去说话，应该怎么样啊。我第一个听到信息就是有一个人姿态比另外一个人高，也可能是这个人，比方说他年龄是不是更长一点，就觉得自己经验多，所以总是呢在用一种长辈的口吻啊，在教那个小一点的就是年龄小一点的关系当中，也许是你啊，也许是对方，就是在教他或者是在说教。那么这种老师跟学生的感觉啊，会让人觉得就是说学生肯定不舒服，因为这段关系吧，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相互支持和鼓励的。可是呢，现在呢，这段关系却有一点，一个人在高处，一个人在低处。那么在低处的这个人，肯定心里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对吧？凭什么你来教我怎么做人？凭什么你来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的事情呢？啊，这个是第一个能量。第二个能量，金币三的逆位，你们对彼此的支持不够。也许当前啊，在这段关系当中，有一个人呢，他非常的想去走出，或者是说他很想去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呢，关系当中的另外一半是不支持的。也许是因为两个人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啊，我这边听到是两个人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因为当前爱的能量非常的缺失，所以呢，你们两个人有一点像是各过各的生活，各上各的班，各赚各的钱，各上各的学啊。金币三的一个逆位，你搞你的，我搞我的。所以啊，当前呢，这个金币三给人的感觉是，仿佛你们两个人呢，虽然每天都在见面，有些朋友可能每天见面，有些朋友可能每天都发短信，但是你们真正的理解的能量却很低，你们的沟通和交流的效率和这种有效的力度很低。真正的沟通和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什么？大家去想一想。每天发短信说，我几点下班啊？我几点要去上学？我今天要去有这个比方说商务会谈，我今天要去这个接小孩、开家长会，这些事情其实它跟这种事情是什么？这种事情是 logistic， 是我们日常当中的一个安排，跟支持跟理解没有任何的关系。这种沟通、这种交流啊，比方说今天晚上一起去吃饭，或者是说今天吃什么，这些东西是很琐碎的一些事情。虽然呢比没有要好，对吧？至少你们两个人还在沟通，但是吧，这种沟通它的效率很低，并看不到爱的能量。所以我看到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啊，从这个塔罗的这个背景的能量来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非常渴望得到的是爱的语言和爱的讯息，而不是这种太过于琐碎日常的我们所谓的纯 information 啊，没有任何的情感，只是信息而已，对吧？这个是我们今天塔罗的验证。好，第二个验证，来我们看这里啊。第二个验证呢，来看这个月相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关于你们关系的一个验证啊，我们来听宇宙怎么讲。好，这边也抽到两张牌，我们抽到的是全月在金牛和全月在双子啊，这个是两个满月的能量。好，看一下这两个信息，先讲一下这个全月在双子吧。这个能量给我的感觉啊，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当前呢跟这个关系里的对象，你们两个人其实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沟通很多啊，并不是锻炼，而是沟通很多。就像我刚才讲，沟通很多，信息量很大，但是情感太少啊。我们一个风一个土，没有水，情感能量太少了，真正的情绪里的表达和爱的表示太少了。当前呢，这张月亮在双子啊，我听到的一个信息呢，是在讲月亮呢，其实主管的是我们的情绪，它掌管的是我们情绪当中所需要的安全感。那么当月亮呢进入到双子能量以后啊，这种安全感呢，并不是用情感的情绪的方式去表达，而是更多的用语言的方式在我们所谓的诉说。当前呢，也许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需要的可能更多的是那种水象元素的那种，我们所谓的有一点浪漫的，带有一点情话的，带有一种真正眼神沟通和让你真正感觉到这个人为你做了，为你爱了，或者是为你
所谓的为你付出了，你需要看到是他的情。可是呢，这个人当前呢，他比较务实啊。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人太务实了。金牛和双子，他的务实在于说，可能现在呢，他觉得你们的生活里面需要务实的能量，就像是爱情跟面包，他觉得你要的那种爱情需要他的面包去帮你做一个支撑。现在呢，他可能会拿所谓的为你的爱，我在努力的去争取这个面包的方式，来让你知道的是他爱你。但是问题是你现在第二组牌的朋友，当然这个能量可以反啊，你们去换一下。就我感觉到，就是当前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就是太过于务实，太过于去讲日常，太过于沉浸在生活和关系里的琐碎里面。你们两个人背靠着背，可能都是你在玩你的手机，我在刷我手机里的屏。你在看体育新闻，我在追娱乐明星，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们两个人同样刷手机，可能都不会有任何的沟通，或者是你看你的书，我打我的游戏，你去学你的习，我去洗我的衣服，是这种感觉。我们现在看全月在金牛，在这段关系里有一个人非常的务实，现在这个人已经把爱情看作了生活，把爱情当做了所谓的赚钱、吃饭、睡觉就是这种比较我们所谓的生活太过于的去工作，太过于的像那种机械一样的，像机器一样，就是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每一天都是在重复着的。他并不去想所谓的你需要什么样子的惊喜嘛，你需要什么样子特别的关注嘛，生活里的那等惊喜，那一点精彩被关系当中的有一个人全部给埋没掉了。所以我觉得当前这段关系呢，就是你们两个人可能对彼此都很不满意。不满意呢，在于说你不能真正的理解我，我也不能真正的理解你。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如果说当前这个需要爱的人是你的话，那么对方其实他会很不理解你究竟你在执念什么，究竟你在生气什么，究竟你在不满意什么。他现在呢，觉得自己是在为你去工作、学习创业、赚钱，无论是什么也好，他觉得他现在呢，就像一个我们这边大金牛任劳任怨的在为你做着一些事情，但是呢，他觉得你不真正的理解，你不去感恩他的这一切，所以你们两个人是有误会。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误会，而且呢，当前我觉得你们两个人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也许太过于的，就是生活少了浪漫就是生活只是在生活，但是少了浪漫，少了情感，少了一些调味料是这样子的。好，看一下。其实这个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能量吧，它不是属于那种很跟别人不同的。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很多现在关系里的这种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就容易走入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状态里其实它是一个很典型的感觉。好，我们这边抽到第三张牌是 Change of Seasons， 改变季节。这张改变季节呢，很好很好。我觉得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跟他的关系里面你们需要的是改变心情，改变你们的心态，改变你们相处的方式。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圈子，你们在无限的循环，每天都在重复，每天都在面对同样的事、同样的人、同样的信息，会非常的觉得腻，觉得非常的无聊，觉得非常的没有趣味。那么现在呢，我们抽到的能量是改变季节。我觉得无论是你还是对方，至少关系里当中有这么样子的一个人是想通过改变一些能量可能是改变自己，也有可能是改变对方，就是大家一起去变化，来让这段感情能够继续的升温，让这段感情关系不要被生活所磨得毫无颜色。现在呢，这个改变季节比较像是从秋季开始去换季，然后呢，走入冬季以后呢，我们迎来美好的春天，我们看到的春暖花开，也在陆陆续续的从这个仙子的裙子里面慢慢的变成了这个头顶的花朵。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呢，其实也是在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渡期。
你们现在当前所看到的可能是内心对春暖花开的渴望，对生活调味料的一种期待，但是同样的，你们现在又不得不去面对生活当中的索然无味，你们同样也在面对着每天生活当中可能是朝九晚五的一些习惯，以及你们的日常没有办法当前一下子就改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变化已经要来了，至少在你们的心里已经有这个念头，已经有这个想法了。那么接下来就去看怎么样去变，怎么样去改。好，那么这边呢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当前呢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这段关系的一些背景信息。当前呢我所收集到来自你们的星座能量是土元素和水元素金牛、双鱼，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双子，对吧？我觉得是土跟水稍微多一点，可能你跟对方是土跟水的组合。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主牌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究竟这个人呢他想对你说什么？其实他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 circles 这个圈子第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人非常想走出一个圈子，走出一个固定的模式，走出一个所谓的死循环。如果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想改变这个关系里的季节、色调和温度，其实对方也想改。谁不想拥有美好的爱情？谁不想拥有每天的那种浪漫和甜蜜呢？只是说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被生活里的压力、被生活里的责任所掩埋。那么当前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也非常希望能够去改变，希望你快乐。因为你的不开心、不满意，你的碎碎念，你的比方说生气，你的抱怨，其实他都能够听到，他也知道有些事情呢可能是你不开心，有些事情呢可能是他真的做得不够好，所以当前呢，我觉得这个人心里是想变的，是想改的，是想能够跟你拥抱快乐美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人心下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让你开心，不知道怎么样去让你能够满意。我觉得这个人是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人是当下心里有很多的困惑他有很多的困惑，他知道你对他有别的期待，他知道你对他有别的一些要求，但是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给到你，怎么样去我们所谓的满足你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你的期待。34号牌。好，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吧，这个人究竟当前他想对你说什么？其实我会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这个人当前对你想说的话，也有可能有抱怨我觉得这个人也有可能对你有抱怨的声音，但是呢，这个人肯定也有他真正内心的一些，我觉得是想对你说的，他也可能希望你能够去理解他的一些他的角度，他的世界，或者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都有可能好，来看一下，其实他想对你说，好，第一张牌呢是金币5的逆位。好，第一张牌呢，我听到的能量我觉得这个人当前呢，可能在工作方面遇到了困难，这个人当前的压力很大，他的心态其实不太好，他的状态也不太好。原因是什么？原因其实是他自己的世界里当前处在了一个低点。我们要知道在感情关系里，我们是两个单独的个体，单独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就算两个人的关系确定好走在一起，其实也存在着跟感情关系毫无关联的自己的生活。两个人的生活不可能100分的重叠，对不对？所以金币5的逆位当前呢，我觉得这个人很想告诉你，但是他开不了口的话，是他当前自己的那一部分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一些阻碍，出现了一些他觉得很难的地方。也许当前他的工作和事业进入到了一个挑战期，也许当前他比方说创业，他的这个公司，他的投资出现了一些不好的不利的讯息，也有可能呢，当前这个人在跟别人合作的项目当中出现了一些难处和问题，急需他去解决。
所以他当前的能量的关注跟重点其实是需要去先把自己生活里的问题解决好，才能够带给你更多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现在想去连接和去看的这个对象啊，其实这个人是一个务实派，他不是一个浪漫派，他是一个务实派。我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更加浪漫派一点啊，相对比于他，你们更加浪漫派一点。我觉得这个人当前呢，他在现实和务实的方面出现了一些低点，以及他很难堪的一些事情。他不希望去跟你分享自己生活里的痛苦，他自己生意当中的风险，他不希望你去跟他一起承担。所以说金币五的逆位，他现在有真正内心里的苦楚，我觉得他没有跟你真正的分享。就算你可能知道一些他可能现在公司生意里的问题，但是他却没有把情感里的内容跟你分享。也许当前的你呢，想支持他，想鼓励他，想去安慰他，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这个能量没有真正的传递到对方这里。有的时候我们语言到位了，但是这个能量也许并没有到位，因为有可能第一个就是说方式方法也许并不对应在当前这个人可接受的范围，第二个这个人也许当前根本就不接受，对吧？所以当前呢，我看到这个人第一个其实他想对你说的话，我觉得这个话是他不能开口的，他根本就没办法跟你分享的他自己世界里的一些问题。金币五的逆位。好，第二张牌，这个人其实想对你说，命运之轮的逆位，火元素4的正位。这个能量是这样子的啊，有些朋友呢，如果你跟他的关系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确定下来，比方说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想去朝向婚姻，朝向终极的承诺，朝向长期发展的稳定，朝向公开的确定，是有这个方向你们是有目标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人想对你讲的是，我当前没有办法兑现给你这个承诺他想对你讲，他其实想告诉你，他没有办法兑现这个承诺，原因是第一点，现在你们两个人的一些这个我们怎么讲呢？这个是外界的环境命运之轮，就是说他可能想在最好的时间、最好的自己的状态当中，去给你最好的一种礼仪，让你开心，让你做最幸福的那个新郎或者是新娘，对吧？但是现在呢，命运之轮的逆位是在讲他现在的生活没有办法也许他现在工作当中出了问题自己的学业当中出了问题或者自己当前的课题、专业领域出现问题，生意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没有办法去把一个完整的、当前没有忧愁的一个最好状态的自己给到你。那么你现在呢，心里期待的，他很清楚你现在想测的这个人，他心里很清楚你要的幸福，你要的快乐，你要的稳定，他知道你要这个，他很清楚你的期待，但是他觉得现在他给不了你。火元素4的正位，可是呢，他心里记着，他记着你的想法，他记着你的诉求，他记着，他心里是有关于你对他的要求，你对他的期待，他非常非常的懂。火元素4，命运之轮的逆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心里其实想对你说的是，你要等他一下下，请你耐心一点点，或者是说希望你能够理解他他觉得是希望你能够理解他。有可能呢，这边我还听到一个信息，就是有些朋友是不是本来是准备跟这个人一起去买房的是不是想一起去买房，或者是一起去购买一些大型的资产，但是呢也许这是你们之前就计划好的，又或者是说之前这个人给过你承诺，但是当前他没有办法兑现当前他没有办法兑现，原因是因为他个人的生活里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比方说家人，或者是说健康，比方说他的公司突然需要一大笔的资金，所以你们曾经
计划好的要一起去买房买车的计划，现在被耽误了。好，好，我们这边啊，圣杯9的正位，这张牌呢代表着他内心对你的期待。我觉得这个人心里有你，而且你在他心中的位置很高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是他理想的伴侣，你是他理想的新娘或者是新郎，他对你的感情是很深的，而且你非常符合他的要求。火元素2的正位，他当前呢正在做一些调整，他当前呢正在进行一些新的计划，或者是说他在想方设法的让你们的曾经的，比方说希望或者是期待能够再一次的去开启实现。最后一张牌呢是14号牌，这个是 Patience 的逆位，这张牌是节制牌的一个逆位。他讲的就是说，他真的现在非常需要你的等待，你的耐心，他很希望你能够，我觉得是不要去急，不要去跟他闹，不要去怪他。他现在呢有难言之隐，或者是他现在心里的苦衷没有办法跟你分享的一些内容他希望你能够信任他。说白了，不要去问一些细节，不要去问他的具体的内容，但是相信他能够最后让你们所有的想象，你们所有的美好，你们所有的心愿都达成。这个人比较像是一个给予者我觉得他给予的能量也很强。他希望，对，他希望你好，至少这个人我觉得他是希望你好的。无论这个人他能不能够在短时间内呢把所有的事情都调整好，走到你的面前，但是我看到这个人心里是希望你幸福，希望你快乐，希望你开心的。他不希望你因为他的问题而被拖下水，他不希望因为他自己的问题而你没有办法去争取你的幸福，你的快乐。 OK， 这个人当前一下子被这个我们所谓无情的外力困住了，或者是绊了一跤。好，看一下，其实他想对你讲的话，我们看看有什么。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人呢，我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想测的这个人，也许你们是家人关系，就算你们不是家人关系的话，我也觉得这个人几乎就是胜似家人了我觉得他已经，他的能量比较的，他对你的责任心很重，我觉得应该这样讲，他对你的责任心很重。无论你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人对你的责任心很重。他说我从来就没有想象过如此的完美。9号牌，这张牌呢，我听到的信息就是说，他其实是觉得你非常的完美，拥有这段关系是他被宇宙赐福了，所以他非常的感谢，也非常的感恩第二组牌的朋友能够遇见你，能够与你有这样子的一次连接。第二张牌是你让我的心完满。对所以我刚才就讲嘛，就算你们不是家人，也有一点胜似家人的感觉。我觉得这个人的圣杯10能量很重，就说他心里是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快乐，你是他的完美伴侣，或者是你是他最后想去嫁的，或者是想去娶的那个人，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相互陪伴，而是说有承诺、有责任的，有对未来期待的，再去跟你去相处、恋爱。好，第3张牌是你想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这个能量呢就非常符合刚才我所连接到的，你们两个人当下有一点相互的都不理解，你要爱，对方呢再用他的方式给你爱，你要的是爱情，他给的是面包，但他觉得面包就是爱情，没有面包就没有爱情。所以当前呢，我觉得这个人呢也有一点心里小小埋怨，就说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难道你不懂吗？那么我现在
状态不好，没有办法去兑现承诺。我现在状态不好，没有办法给到你想要的浪漫和你需要的那种情感、情绪里的一些安排。那么你为何要这样子的去比方说要求呢？对吧？所以他现在其实会有一点小小的埋怨，你为什么要的那么多啊？你为什么要的那么多？那当然了，第二组牌的朋友，也许你要的一点都不多，但是呢，这个人当前的状态不好啊。刚才我说过，这个人当前状态不好，所以他的生活里的一些不满意、不开心，其实是蛮容易投射到你身上的。所以现在的你呢，可能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委屈。这个是 What do you want 啊？好，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上面的这张牌，是一张逆位的。这张牌是我非常害怕跟你聊天，我非常害怕跟你讲话。这张牌呢是在讲什么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啊，也许一言不合就吵架，你们的关系也许一言不合就冷战。这个人呢不希望跟你的关系弄得很僵，他现在的生活里已经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他去解决。那么如果你在对他不满意，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在家里还吵的话，他就会更加的觉得没有办法去接受生活当前给他的压力，所以他现在呢不想跟你讲话，他有一点在逃避你。不是说他现在不爱你了，而是他在用逃避的方式去避免你们的争吵，去避免你们两个人的强烈的分歧，去避免两个人呢，我觉得是越说话可能你们就会语言上暗箭伤人，相互了解，相互知道，所以你们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说话的时候，会用那种带刺的语言去有一点刺激彼此啊。其实呢，不是因为真的想伤害对方，而是想让对方真正的了解你们的诉求。但是当前很明显，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沟通上存在非常大的一些，怎么讲呢？这个是很典型的啊，这个不是说大家非常的不一样啊，就是你们是不是特例呀？不是，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情感关系里会出现的问题。因为喜欢，所以会语言用那种挑衅的拐着弯的，这个含沙射影的，对吧？这种方式去说话，明知道对方非常在意的点，但是还是会刺激他，其实就是为了激发出这个人对你真正的一些，可能是他心里的想法，你想弄明白他怎么想，或者是你想激发出这个人能够说一些你想要听的话语。所以这个人在回避跟你的沟通第二组牌的朋友，他现在呢不想跟你去聊。有的时候这个聊天和沟通也是要看时机的。有的时候也许这个人不想说，他不希望你去说，他只想你做一个无条件的倾听者和理解者，无条件的支持者和安慰的人，而不是说你去跟他讲道理，对吧？我们看这里金币3，有人在用这种长辈的姿态，有经验的人的姿态去教别人，那么这种方式他可能接受不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对的错的怎么回事，但他不想再听这些现实了，他要的是情感里的支持，哪怕你是错的，我都站在你这一边，无论你想接下来怎么做，我都接受，我都愿意陪你。他要的是这种好，看一下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所以你们这边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在用一种别人就是说对方不喜欢、最不接受的方式，就是刺激那个人也许是让他吃醋，也许是让他生气，也许是让他愤怒这边感觉到两个人都可能有一点没有办法去找到这种我们所谓的最适合的吧，当下对方彼此都能接受的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你们现在的沟通和交流可能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张牌呢是 Admire， 这张牌呢是倾慕。这张牌出现以后呢，我连接到的信息
也许在关系当中，对方希望你能够仰慕他。这种仰慕是什么感觉啊？就是被别人崇拜。如果曾经你很崇拜他，因为他的任何一个特质，可能是因为他很帅，可能是因为他很漂亮，可能是因为他工作能力强，可能是因为他处事沉着冷静，可能是因为他沟通语言表达的非常的好。无论是因为什么，你曾经很崇拜他，对方当前觉得你不够崇拜他，反之亦然。没有了这种崇拜，就没有了那种存在感，没有了存在感，就会觉得没有爱。所以呢，当前呢，宇宙在说，现在呢是时候去想一想，在你们的关系当中，究竟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能够去崇拜对方，对方也能够来崇拜你。你们要去找到彼此的优点，而不是再一次的去刺痛那个人当前的不足和缺陷。不要再去刺激彼此了，不要再去点那个人的软肋了。当前这个人的状态已经够不好的了，所以呢，你们现在要去相互的支持、鼓励，说对方的优点，这样子能够让你们的关系快速的缓和，并且你们也许就很快的能够进入到真正的沟通状态，都能够接受，都能够听进去的一种沟通和表达。第二张牌是美梦，请你们当前呢去一起分享你们共同的梦想，鼓励彼此把这个梦想实现。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能量非常的吻合。当前呢，宇宙的也是在讲你们共同的梦想是什么呢？也许你们的共同梦想是组建一个家，也许你们的共同梦想是创业成功，也许你们的共同梦想是一起提前退休，提前养老，然后呢就去看大好的山川和美景。无论你们的共同梦想是什么，我觉得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要记住你们当时选择彼此走到一起爱彼此的那个初衷和原因。你们要去重新唤起你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追寻，然后要一起去实现你们的梦想，那就意味着一起去面对困难。如果当前你们两个人因为外界的环境或者是外面的一些事情出现了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关系里的阻碍的话，那么你们就要去一起去再次的追梦和启程，关系呢就会得到非常非常好的转换。你们要认识到这段关系里，你和对方是最好的陪伴和战友，同时你们也是最好的我们所一起去追梦的这个彼此。好，最后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当前宇宙给你的建议。放下，拒绝，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说的是接受别人本来的样子，接受当前状况里面本来的样子，不要去回避，不要去回避当前的问题，也不要去回避这个人当前的问题。这样子你就能够清晰的看到你其实当前应该做的最好的决定。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有一点，当看到矛盾，当看到问题，可能我们并不是想去解决它，而是第一个直觉跟反应是逃避，是蒙上自己的眼睛，是闭上自己的眼睛，不去看，不去想，不去面对。当前呢，宇宙说不要试着去改变它，也不要试着去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而是要勇敢的睁开你的眼睛，看向这个人当前的状态，看向你们关系里现在处于什么样子的境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子的问题在关系当中是存在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睁大你的眼睛，去勇敢的面对，并且直接的去解决它。这样子，你们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这样子，你就能够发现你们的沟通立马变得有效，并且有爱。所以呢，这里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所连接到的关于这个你现在心里想测的这个人，其实他想对你说的话。
那么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帮助到当下的你们，希望你们的关系呢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呢未来啊一起再次的追逐你们共同的美梦。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这一颗红玛瑙，好，放在这里。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这个能量啊，是来看一下当前呢你心中想测的这个对象啊，你关心的这个人呢，他其实内心当中想对你讲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看一下啊，第3组牌的朋友，首先我们这边抽到的一张牌呢是7号牌 Distorted Perceptions。 这张牌呢其实如果是意义的话，它讲的就是想法变了啊，想法改变了，思想变化了。他说现实很少和我们从小到大啊被别人告知，从小到大被父母教育所理解的、所相信的是一致的。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书本上的内容，一个是实际的生活。我们从小到大啊，这个书本上看到的，从别人那里听到的，和自己切身去体会的，关于我们的世界，关于工作，关于情感，可能都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从小到大也许看父母亲的感情觉得很好，或者是觉得不好，当自己去亲身体会的时候，才会知道感情的经营可能是一门学问。当自己去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才会理解啊，父母的那种爱的能量，它是非常伟大的，或者是说可能让你觉得接受不了。也会有情况是在讲，有的时候我们从小到大以为的轻松的、容易的、简单的，但事实上当自己亲力亲为，当自己切身去做，切身去为他努力的时候，就发现可能不那么简单不那么的简单。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能量我们呢再进一步的去连接这个当前你内心想去关注的、关心和在乎的这个人，究竟或者是其实他想对你讲的话之前呢，我们首先来连接第3组牌的朋友，你当前跟这个人的关系，关于你们情感的背景信息，这段关系当前走到了哪里？我们来听宇宙给我们指引和提示。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是怎么回事Page of Wands。 好，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呢就非常特别了。你们呢跟前2组的能量非常非常的不同。这边呢，我当前我们一边去抽牌一边去连。那么今天我现在抽到的第1张牌呢是权杖侍者的正位。这张牌在告诉我，你们2个人的关系在慢慢的变化着。你跟他的关系曾经可能从第一眼相识，从被别人介绍，从你们2个人开始互相了解，到当下的这个关系的局面状况千差万别，或者是天壤之别。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讲你们2个人曾经可能从来就没有想过对方在你生命当中有任何特殊的含义，你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对他产生任何的情感那你们的关系当前呢，在一个转弯的路口，你们的关系现在正在悄无声息的发生着化学变化。我们的第1张牌权杖侍者的正位，当下你们2个人的关系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你看着他的眼神，你看着他的这个模样，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眼睛，还是那个人，但是呢，对他的情感却变了。反之亦然，对方可能呢见你
从来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近期这个人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眼光看你都不同了，近期这个人对你的想法发生了一些改变。权杖侍者是在讲你们两个人现在呢跃跃欲试，你们想去尝试另外一种关系的连接，你们想去尝试另外一种可能。什么意思呢？就是想去冒险，想去探寻你跟他当下这段可能是暧昧的关系，可能是朋友的关系可能是根本就不应该发展成情感关系的关系。权杖侍者的正位。但是呢，现在就像两个人无论你们的年龄是多少我觉得当下的你们呢，有一点像是突然变得很小，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变得非常的活泼，至少是在这个人身边一下子好像就很活跃了。因为这个人激发了你的这种探索欲望，这个人激发出了你的那种想谈恋爱的心。对方呢，也可能在你的面前呢，经常的我们所谓的有一点跟他的身份跟他的年龄透露出不太吻合不太一致的能量信息。你可能会发现，你怎么会说出这种话？最近你的笑容有点多这个我觉得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这种暧昧的能量非常的重。你们两个人当前呢，可能就有一点我这边连接到，就是可能会突然的看着这个同样的一张脸，就会脸红，就会心动，就会觉得好像有些地方变了跟以前不太一样了，看这个人比以前顺眼了，感觉到自己的心开始冒出了粉红色的泡泡或者是对方可能对你呢，目前就是这种更加的主动，更加的热情更加多的语言关心围绕着你，所以你现在非常想知道这个人究竟他内心是怎么想的。我觉得应该第三组牌的朋友是这种感觉。好，那我们的第二张验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验证，我们来连接一下这段关系这个情感。那么来自于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怎样的呢？全月在处女。好，这段关系呢是应该怎么讲因这个日久生情。对了，我刚才在想这个词语日久生情。什么叫日久生情呢？这张牌其实我抽到它的时候有一点逆位的能量日久生情的意思是在讲你们两个人呢，可能是一起共事的朋友，你们可能一起做项目，一起工作，一起学习，是校友，是每个星期上这个课程会遇到的对象，又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因为某个项目把你们两个人紧紧的连接在了一起又或者是说呢，是同一个办公大楼你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跟工作有关的连接，跟日常有关的连接。那么第三个能量呢，这个人也有可能是在你比方说去OK， 这边可能就比较具体了这个是少数朋友一个呢，比方讲你去健身房可能会遇到的人你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他，或者是说你如果近期身体有一些状况的话，也许这个人跟你的这个疗愈师、医生、治疗师是有关系的这个是我看到关于你们的一些背景信息。你们两个人呢，其实并不是一开始以感情的方向去相处的，你们其实是因为别的事情认识了这个人，认识了彼此。你们在一起因为一件事情，你们其实已经有了一段比较长一点的有规律相见面的时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处期。OK， 那近期呢也有可能是我们的这个七夕能量又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人呢，在这个长时间的相处接触下来感觉到了其实桃花就在身边桃花就在这个不远的地方，根本就不用走得太远去寻找。你们现在呢，看到彼此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心动和不好意思，脸红心跳加速当前我们这边是全月在处女你们其实在这个我们所谓的生活的层面的连接已经很顺利了，很有默契了，做的都很平坦了，很平顺了。你们已经对基本的彼此的了解，我觉得是比较全面了。
而你们呢，可能在过去的比方说一个状况、一个日子、一个瞬间也许这个人做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让你觉得对他刮目相看，也有可能是你在那一瞬间看他的眼神就变了。对方在看到你为人处事的那一瞬间，对你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们两个人呢，其实是在这种很温、很没有火花的状态之下，突然擦出了一个火花。所以，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我看到这个是来自你们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的最后一个验证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关于你们这段关系关于这个对象的具体信息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听听宇宙给我们的指引。感恩宇宙。好，这个牌出的非常快这个是海中的女巫。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海中的女巫 Sea Witch。你们的关系呢带有一种魔法的感觉，这个魔法呢就是本来什么都没有，突然什么都有本来什么都没有，只是很普通的相遇，只是很普通的见面，只是很普通的沟通，只是很普通的一起去做事情，但是呢就在那一秒钟或者是那一瞬间，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发生了变化。所以呢你可能会觉得这段连接非常的神奇，你根本就弄不清楚，你也不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和对方的心意怎么就在这突然的一瞬间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当前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内心都已经开始有期待了，你们两个人期待更多的见面，并且呢在见面的过程当中，或者是沟通的方式，或者是沟通的这个内容里面加入更多的火花热情。你们现在呢非常期待的是能够跟这个人的关系发生一些真正的我们所谓的改变。你跟他之间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关系，这个关系可能是朋友，可能是同事，可能是这个我们所谓的怎么讲呢，就是有一定连结吧。比方说你去健身房对方是老师，对方是教练，对方是这个理疗师，你跟他之间是有一个我们所谓的肯定有一个原因要见面，肯定有一个原因要去沟通。但是呢这个水里的这个魔法师，我觉得你们现在非常非常希望的是能够走入另外一种路线。这个路线呢是跟海、跟水、跟情绪、跟情感有关系。你们希望呢在这个风平浪静的表面能够带入一种清风或者是微风，来浮动你们的心弦浮动对方的心弦，浮动对方的这种更多的一种心动吧，来让你们的心动得到一种回应。对方可能也在用他的方式去浮动你的心弦，从而呢让他的心动得到从你那边带过来的回应这个是52号牌，海里的女巫。所以这张牌我们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我们所谓的魔法师在这个情感的世界当中是魔法师在情感的世界当中。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这边呢是我们今天所连接到的一个验证能量看看你们当下呢跟这个人的背景信息里面是否有符合的情况。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当下呢你们的相处应该是比较开心的，很有默契的你们在期待着情感的升级以及关系的下一步发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牌能量这张牌呢是想法变了，对吧？ Distorted perceptions。 这张牌我所听到的就是说对方当下其实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呢跟你的想法可能是很同步的。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当你可能在看他的一瞬间，眼神里多了一种情感，多了一些情绪的时候，他能够完全的接收到。同样的，也许从他看你的眼神当中，你也能够感觉到有些事情，有些能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Distorted perceptions。 那么这张牌呢，我觉得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牌里的能量啊，它这里有一个女生嘛，她这个周围啊都是羽毛，这个是羽毛帐篷。当前呢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你们之间有很多的沟通、谈话，以及你们对彼此拥有的信息，而当前呢你们正在从这些表面的信息的后方，就像这个空洞啊走了出来，你们想去把这些表面的能量信息全部抹掉，走入这个人的心。对方当前呢，我觉得他心里啊，其实想对你说的话，根本就还没有机会去开口。这个人对你很多的话语都在他的想法里，都在他的这个脑袋里面。他知道跟你有很多的对话，他知道跟你甚至有很多见面的机会，但是呢，你们从来没有涉及过内心。所以现在的他呢，他在看你的时候，想法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现在的他正在从一个幕这个幕就是这些羽毛啊，从幕后走到前面，希望能够呈现给你一个更加真实、更加有血有肉、更加有情绪起伏和变化的自己，来让你看一看，来让你感觉一下，来试一试他的这种变化，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有灵魂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吧？个体在你的面前出现，你是否是喜欢的？你是否对他是真的感兴趣的？这个感兴趣啊，不是因为工作，不是因为学习的内容，也不是因为生活相关的事情，而是因为你看到这个人的本质，看到这个人的灵魂，看到这个人，比方说什么样子的事情你很敬佩他，或者是你很喜欢，或者是说你很心动呢？我觉得这个人很想以这种方式跟你连接，走到你的面前。好，我们来看具体的，其实他想对你说。我们来抽一下今天的塔罗牌。好，宇宙告诉我，选择第3组红玛瑙的朋友，当前这个人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呢？第一张牌是风元素2，第2张牌呢是火象的皇后逆位。好，这个人呢外冷内热至少当前呢他是外冷内热，他在你面前表现的样子是冷静的，是成熟的，是给人的感觉很有理智的。但是呢，现在的他对你多萌生出来了一个其他的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想跟你在情感当中擦出一些火花，来看看你是否愿意接受他，看看你们2个人呢有没有可能性。风元素2那么这个时候的他呢，其实并不敢对你妄动，就是他不敢瞎说话。以前的他呢，可能还大大咧咧的，什么话都直接说，可能呢会跟你开玩笑，可能呢会跟你就是我们所谓的跟你闹，或者是有的时候说点什么很随便的直接的话语不管你是不是会在意或者是不开心，他都直接说。可是呢，近期我觉得当前呢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人开始对你说话小心了，这个人开始对你说话思前想后了。也许你目前能感觉到的是，他不再像以前那么的直白，他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点欲言又止，或者是话说到一半就不跟你讲了，你再怎么问他，他都不告诉你。这个人当前呢，他想对你说的话其实他比较想告诉你，他心里开始已经萌生出了对你的喜欢。我们看这个火元素的皇后，她手里呢握了一个这个蜡烛，蜡烛上方呢明显这个火焰正好指向的是这个火元素皇后的内心，她的心已经被你点亮了，她已经对你心动了，但是她不敢去接受这样子的自己。也许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2个人的我们所谓的表面关系，可能让他不太敢去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说他觉得自己怎么能够突然有这种对你的非分之想类似这种感觉那么他现在心里其实想对你说的是他想
暂时保持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无论你们现在啊是工作关系、同学关系，还是 OK 其他生活关系的连接，他想你们继续保持这个联络，不要断掉。但同时呢，他又很希望你能够给他一些多的，比方说自信心啊，你能够丢他一些球啊，或者是你能不能够去聊一下他啊，让他再勇敢一点点。他现在呢，其实这个火焰呢，在自己的心里是压着的，他不太敢去太过于我们所谓的大胆的向你表达，因为现在的火元素皇后是逆位的。但是呢，这个人呢，因为跟你的相处这么一段时间下来，我觉得他对你的人格，对你的比方说人品，对你的能力，他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现在的他呢，也有可能呢，非常的谨慎，因为了解，所以他需要去我们所谓的了解一个人，他就知道你的喜欢，也知道你的逆鳞，也知道你的底线。那么这个人就可能知道关于你的一些事情，他不太敢轻易的对你，也不太敢轻浮于你。所以现在的火元素的皇后啊，她的能量首先呢是皇后，证明了这个人对你的魅力他是非常认同的，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他觉得你值得拥有很好的东西去与你匹配起来。同时呢，他内心对你也有很多的这种心动和情愫的产生，但是他又很怕，可能害怕的是你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他害怕的是你可能会觉得他非常的滑稽和可笑，他害怕的是如果当前他不知道你自己的一个情感状态的话，如果你们真的只有工作的话，只有学校这个同学的话，他害怕的是你是不是周围还有其他的潜在的对象是他的竞争对手呢？他并不清楚这些所谓的事实，只会让他更加的焦虑和恐惧。所以现在这个人呢，说话根本就不敢去问一些他想问你的问题。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这边连接到的就是这个人呢可能会对你笑，这个人呢可能会很喜欢跟你说话，找你主动。这个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在眼神的这个眼睛里面，在跟你说很多的话语，在向你提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一个字都没有啊，但是呢可能很少很少用语言真正的表达了出来。好，再来。再来呢，我抽到的是一个吊人的逆位，他在考虑时间啊。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人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呢？我觉得他非常希望的是时间能够允许他，或者是你们两个人呢的这个连接，如果有时间的限制的话，那么他一定是非常希望时间能够有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我这边听到是，也许你们是不是马上这个项目要结束了？有可能你们马上就要离开彼此的生活啦，马上就要毕业啦，马上就要分道扬镳啦，马上你的治疗就结束啦。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会非常的焦虑，他觉得时间对他不利，他没有办法拥有更多的时间去跟你进一步的相处，来让你看到他对你的感情，他对你的想法已经变了。这个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我觉得这个人吊人的逆位，我觉得他不想离开当前的一个状态，因为他害怕他的改变影响了你们目前关系的和谐、快乐和稳定。OK， 他不想去变化，不想打破当前的一个状态，因为打破这个状态的话，可能就意味着失去你，所以他的心里我觉得是左右为难。我们这里风元素2左右为难，一边呢是自己心里真正的想法，一边呢是自己心里真正的，我觉得是希望，他的心愿。另外呢是他在现实当中所不敢去承担的，害怕去看到的，害怕去听见的一些事实，是关于你的。所以他左右为难。现在的他呢，其实并没有去做任何的决定。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也许你现在看到的就是他没有行动，你看不到他的具体行动，你看不到他这个心动的那种显化，你只是觉得这个人的眼神变了，这个人可能
笑容里面、眼神里面有情话，但是你却看不到具体的行动。如果你主动的去含沙射影问他一些敏感的问题，这个人有可能会有一点回避，或者是这个人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开口跟你去说明情况。好，来第4张牌啊，这个人其实想对你说什么呢？啊，这张牌是 temptation， 诱惑。诱惑啊，这个人觉得你勾动了他的心弦，你让他喜欢，就是他觉得你让他爱上了你，你通过你的比方说行动，你的说话的方式，通过你的比方说语言肢体啊，让他爱上了你，让他对你心动不已。但是呢，同时这个15号牌的诱惑啊，说明这段关系有危险，说明这段关系呢有挑战，说明这段关系呢可能有一些潜在的因素，你们如果去认真考虑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不太合时宜。这个不太合时宜呢，也许你们2个人啊很在乎，比方说办公室恋情，觉得这个东西不可以有，或者是你们2个人呢年龄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巨大的差距，又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是我刚才讲的啊，医生和这个病人啊，类似这种啊，当然不是绝对的啊，比方说医生跟病人，或者是治疗师和接受治疗的人，教练跟学生，就是他有另外一层关系。如果说这个关系被打破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闲言碎语，以及在关系变化之后，你们的相处方式的改变能否全部都跟上这个脚步。改变更难，维持现状更加的容易和简单。那么是走一条容易的路，还是走一条更难的路呢？当下在你们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诱惑啊，这个是15号牌，我们传统塔罗里的恶魔牌。你们内心呢想去尝这个甜蜜的果实，这个果实呢是你们2个人心动所结下来的爱的果实。但同样的，你们去尝这个爱的果实的之前或者是之后，可能有一些你们需要去承担的责任，你们需要去面对的变化之后的一些我们所谓的关系变化联动出来一系列的改变。可能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周围的朋友、其他的学员、其他的老师、其他的病人、其他的医师、其他的同事、其他的队友，很多人，这些所有的人，他们可能对你们的关系都会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和说辞。这些是你们当下有没有考虑清楚，或者是说有没有下定决心的呢？未必。第3组牌的朋友，其实我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有可能处在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你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进一步的去沟通，进一步的去感受，你们才能够真正的我觉得是定下心来吧。这段关系还有待发展，说实话。所以这个人内心呢，对你其实想对你说的话我觉得他其实现在自己都没有弄得很清楚跟明白，所以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跟你交代。但是有一条非常的明显，第一个就是这个人心动了，第二个就是这个人我觉得他想去改变这段关系我觉得这个人已经动了这个心思，他想去改变这段关系。那么现在呢，就是在说怎么样变，采取如何的行动，以怎样的方式，以什么样子的速度走到你的面前，让你看到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羽毛的帷幔后面的那个真实的自己，怎么样走到你的面前，告诉你他对你真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是他当前内心当中考虑最多的部分。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具体的吧，看一下这个人其实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这个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他应该是对你有很多的想法这个人应该对你有很多的想法，对你有很多的这种感觉对你有很多的感觉，但是这些感觉呢，他可能
不能告诉你，他在隐藏，他在压着自己的热情，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冲动啊。我们来看一下，究竟这个人好，来第一张牌啊，这个绿色的，他说我是一个非常jealous person， 意思就是说，其实我很容易吃醋的呀。啊，你当前呢，第三组牌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人在追你呢？现在的你有没有其他的情感的连接或者是关系在你身上呢？这个人内心醋坛子啊，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酸的人啊，非常非常的爱吃醋。如果说你现在呢，在这个情感的关系当中不是一个完全单身和独立的状态的话，这个人呢对你就是又爱又恨了。他恨你不是单身的状态，他恨你不能够跟他在一起，但同时他又不能够克制自己的，我觉得是喜欢上了你，15号牌。然后呢，这个是5号牌啊，刚才一起出来的，也是一个逆位的。他说的是，如果我跟随你，我有可能会失去所有的一切。这张牌呢，跟我们刚才连着的一个能量比较的对应，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如果真的去改变目前关系的一种平衡的话，那么改变之后，你们要去承担的责任，以及我刚才讲圈子里面的圈子里面人对你们的评说，对你们的关系的一种看法，可能会影响你们关系的走向。你们是否能够承担？你们现在有没有想好？我觉得现在呢，其实他有在想，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想了没有呢？但是他有在想，他在想，首先他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他是一个醋坛子，他是一个占有欲很强的人，他眼里容不得沙子，不希望你去跟别的人暧昧，或者是不希望有人去追你，他希望在你的异性能量当中只有他一个人存在，但是这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吧？第二个，这个人当前呢可能对你没有具体的行动，原因是他现在呢在权衡，在比较，如果他真的准备打破当前你们关系的平静和平衡的话，那么他是有可能失去一些东西的。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向你走过来，去改变这段关系，和你情感连接在一起，有可能这个人会遭到非议，别人可能会说他，说不好的话，说不好听的话，甚至有可能还会遭到你的拒绝。因为我觉得当下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人未必知道你的心思。如果你也喜欢他，或者是你也对他有一点点心动的话，那么这个人当前他不太确定。好，来啊，再来。这个人其实想对你说的话是什么呢？好，7号牌啊，7号牌是说让我抱紧你。这个人是想拥有你的他想拥有你，他想跟你发展成比较亲密的一种关系。这个人呢，可能会觉得你现在的状态非常的性感，非常的我们所谓的可爱，或者是非常的帅。现在的他呢，对你其实是热情满满的一个状态只要他闲下来，可能脑海当中都是你，他想靠近你，他想跟你更加的靠近让我紧紧的抱住你。好，最后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我们的蓝色牌卡说的是现在是时候去 ground yourself 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接地，我们要能够踏踏实实的。这张牌呢，我觉得是你们关系不能够只在脑海里去想，你们要有一个人呢能够勇敢一点。当然了，这个勇敢也不是说盲目的还是需要两个人先想清楚，想好之后，然后呢就要拿出具体的行动。如果你们对彼此的想法和喜欢只是停在想法，只是停在脑海里，只是压在心里的话，这个关系很难去生长的。所以说，如果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对方对你动了心思，然后你也觉得是有喜欢他的，你如果也想去探寻这段关系的可能的话，那么接下来你们要想清楚，做下决定，然后呢行动起来。最后一张牌，你是否也想我呢？
啊，你是不是时而也想想我呢？这个人是他对你的一种思念啊。最后的这个1号牌来自于这个人对你的思念，他想对你说的话，其实更多的是问题。你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你是不是有的时候也会想起我？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人呐，在跟你暧昧呢？你是不是啊，当前做好决定，愿意跟我去走下去，不在乎等等等啊，不在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在乎那些东西呢？啊，这个人心里对你话语啊，很多很多的都是问句。第3组牌的朋友，他有很多的疑问想丢给你，他想听到你对他的答案。那么这一切的答案呢，当然都在你的心里啊，你是怎么想的？你心里怎么看待这段关系？也许有些朋友呢，对这个人啊，也许你很喜欢他，但是也许呢，你并不是很想跟他继续发展，你只是想来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对你有了心思，或者是说这个你觉得他好像变了的人，是不是真的啊跟以前不同了呢？啊，这个人说的是你是否有的时候也会想我呢？1号牌。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灵魂的连结。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关于第3副牌的朋友啊，我们抽到的是一个心。他说，当你们2个人靠近的时候，你会开始发觉你的心跳在加速。这张牌呢，它既有可能写的是你啊，也有可能呢写的是他。你们2个人在靠近的时候呢，彼此心动，彼此心跳加速，彼此可能会脸红，或者是说紧张。第2张牌呢是界限，他说有一个敏感的界限啊，有这种界限感，当下呢是非常重要的。第3组牌的朋友啊，第3组牌的朋友呢，其实我会当前呢觉得你们的关系吧，现在呢在一个比较敏感的时期，现在呢其实是定义你的边界线的一个最好的时候啊。如果说当前呢你想跟这个人发展，如果你想跟他OK， 当然了，你要想一想你想要怎么样的感情啊。但是呢，总的来讲，就是说，对方当前呢是觉得你占据了他的心，而且呢，我们这边有诱惑的能量啊，这个是恶魔的能量，所以呢，这段关系发展的好的话，会是一段亲密、热情、热烈，让人觉得我们所谓的很浓烈的一段情感关系。但是如果说你们2个人的边界线感非常的弱的话，那么这段关系呢也有可能呢走入到那种我们所谓的没有边界线的关系里。如果你可以承担没有任何的边界线，没有任何的要求，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是有要求的话，当前不要轻易的让他跨入你的线，让他知道你的要求是什么，让他知道你的底线是什么，让他知道在感情关系当中你要如何的情感，你要如何的恋人，什么样子的人才算有资格跟你在一起，对吧？有的时候啊，在关系当中，我们也需要去为自己把握这个边界线。只有你清楚你的边界线在哪里，对方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走，什么地方不能碰，对吧？好，最后一张牌，这张牌呢是轻松，不需要太累，不要太过于努力，不要太过于执着，不要太过于去追求。生活的艺术呢，在于顺其自然，而不是逼着事情去发生。也就是说，不要控制不要控制的太多，我们要能够轻松的、顺其自然的去发展。当前呢，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啊，你不要去控制，对方也不要控制，你们要随心自然的去连接，随心自然的去感受，随心自然的去喜欢。如果说这段关系让你觉得不舒服，让你觉得不想进一步的朝向情感关系去发展，那么你完全可以做到的是
不去发展。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这段关系值得探索，你想去试一试，那么你呢，其实可以给这个人一些机会，看看他对你的，比方说表示，看看他能够给你的 offer 都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你觉得是否符合你的要求，是否跟你的价值观、跟你的要求是匹配的。如果可以的话，那么你当然是可以跟他尝试的。如果这个人给出的 offer 你觉得不够好，那么你完全可以告诉他你的要求和高度在哪里。我相信啊，第三组牌的朋友，这段关系呢，其实从当下能量来看的话，它在一个比较早期的状态，你们是有无限机会和可能去发展、去走下去的。这个人当前已经对你心动了，那么你对他是怎么想的？你如何看待这段关系？你怎么样去定义这段关系？你想这段关系走到哪里？这个答案最重要啊！这个答案呢，也只有你心里知道。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们所连接到当下，其实他想对你说他的内心真实想法，还有真心话，所有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